有這麼一座城市，它可以像一個人一樣，毫無預兆地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不是被戰火燒掉，不是被洪水冲走，而是在某一天，所有人默默離開。门沒有鎖，碗裡可能還有沒吃完的飯，然後整座城被風沙一層一層蓋住，就像是地球親手按下了刪除鍵。更離譜的是，這種事不是只發生了一次，而是在同一片沙漠裡前後发生了2次。2座城，2個國家，巔峰期人來人往，商隊络绎不絕，轉眼之間集體沉沒，集體消失。如果這是電影劇本，制片人可能會說，這也太誇張了，觀眾不會信的。但偏偏這是個真事兒。歡迎來到壁話太多，我是三太。在你準備放鬆之前，先點個讚，點下訂閱吧。順便在留言區告訴我你的坐標和此刻時間，讓我們相約壁話，一起走進樓蘭與精絕古國。好，朋友們，讓我們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今晚要聊的这片地方，你可能在地图上都不会多看一眼。它在中国的最西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东南角，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邊緣地帶。但是這個名字你可能聽過，它叫羅布泊。很多朋友也知道，近2年關於這裡出的事兒也不少，特別是2023年7月22日，一支自發組織的自駕車隊違規進入羅布泊，期間發生車輛拋錨與迷路導致失聯，車上4名人員不幸遇難。你看，一轉眼，這事情都過去了3年了。今天的羅布泊是地球上最不適合生物存活的地方，方圓幾百公里，根本沒有水，也沒有草，沒有任何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活物。地面是硬邦邦的盐碱壳，走上去咔嚓咔嚓響，像是踩在地球的骨頭上一樣。白天溫度能飆升到50度以上，夜晚又驟降到接近0度，連細菌都得考慮一下要不要在這兒安家。如果你從衛星上往下看，羅布泊的形狀像是一只巨大的耳朵，乾枯的湖床紋路一圈圈地向外展開，安靜得有點瘆人。也因此，它有了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外號，叫地球之耳。但在更早的傳說裡，當地人喊它的名字那遠沒有这麼浪漫，他們叫它死亡之海。可就是這麼一個今天連駱駝都繞着走的地方，大約2000年前竟然同時養活了至少2個繁榮的綠洲王國，一個叫樓蘭，一個叫精絕。樓蘭的名氣大，中學的歷史課本上講過，也是各路盜墓小說裡的常客。精絕呢，則相對低調，但他留下的謎團一點不比樓蘭少，甚至在某些層面上更讓考古學家夜不能寐。他們都曾站在絲綢之路的關鍵節點上，東來的絲綢，西去的寶石，南下的香料，還有那北上的馬匹，全都要經過這2座城。商人在這裡補給飲水，使節在這裡交換情報，僧侶在這裡抄寫經文。那用今天的話來說，這2座城就是公元前後整個歐亞大陸的高速服務區，而且是那種人流量巨大、壟斷經營的服務區。然而，就在他們最熱鬧、最富裕的階段之後不久，突然一切戛然而止。樓蘭在大約公元4世紀後徹底無人提及，精絕則消失得更早也更突然，出土的文書寫到一半便中斷，就像是有人說話說到一半時被人捂住了嘴。從此黃沙覆蓋了一切，大漠歸於沉寂，整整1500年，沒有人知道這沙丘之下還埋着2個曾經燈火通明的世界。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呢？是天災，是人禍，還是戰爭，還是某種我們至今都沒有完全理解的力量？這
就是今晚我們要追的故事。故事要往下講，我們得先搞清楚一件事兒，因為樓蘭也好，驚覺也罷，他們的命運從頭到尾都在被同一個東西牽着走。這個東西不是某個皇帝，也不是某支軍隊，而是一片湖。準確地說，是一片你永遠猜不到它下一步要去哪兒的這麼一個湖。羅布泊在今天是一片乾涸的鹽殼荒原，但在2000多年前，它可是塔里木盆地最大的湖泊。有多大呢？最鼎盛的时候，湖面面積超過3000平方公里，差不多相當於一個小型的內海，周圍長滿了蘆葦和胡楊林，水鳥成群，魚蝦豐富，空氣裡帶着濕潤的水汽。如果你能穿越回去，站在湖邊，你壓根兒不會相信這地方未來會變成死亡之海。羅布泊的水呢，主要來自2條河，其中一條是塔里木河，從天山腳下一路向東蜿蜒而來，是整個塔里木盆地的生命動脈。另一條是孔雀河，也叫且末河，從博斯腾湖方向南下匯入。這2條河就像羅布泊的2根輸液管，只要水量充足，湖面就穩得住，周圍的綠洲就能活下去，城鎮就有存在的基礎。但問題在於，這2條河本身就不太穩定。塔里木河是一條典型的內陸河，水量完全取決於上游冰川融雪和降雨量，豐年和枯年的差距極大。更麻煩的是，它流經的地形是鬆軟的沙質土壤，河道特別容易改道。今年往左拐，明年就可能就往右扭了，完全沒有規律可言。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地理學爭論，叫做游移湖理論。最早提出這個概念呢，是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他在20世紀初多次進入羅布泊地區考察後，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說：羅布泊不是一個固定不動的湖，它會搬家。赫定認為，由於河流攜帶大量泥沙，湖底會不斷淤積抬高，當湖床高到一定程度，水就會自動流向地勢更低的地方，形成一個新的湖。等新湖那邊也淤滿了，水又會倒流回來。於是羅布泊就像一個巨大的鐘擺，在南北之間來回晃蕩，周期大約是1500年。這個理論後來引發了長達幾十年的學術辯論，有地質學家同意他的觀點，但也有人覺得赫定的假想太浪漫了，其實實際情況會更複雜。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的科學家通過實地勘測和衛星遙感數據，重新分析了羅布泊的演變歷史，發現真實情況可能是2者兼有。氣候變化加河流改道，還有人類活動，這3股力量交織在一起，共同決定了羅布泊在不同時期的位置和大小。它呢，確實會動，但不是簡單的鐘擺式運動方式，而是更像一個醉漢走路，大方向有規律，但每一步都不太靠譜。但不管學術上怎麼吵，有一件事是所有人都同意的，对於依賴羅布泊生存的人類聚落來說，這片湖的任何一次變動都是生死攸關的大事。湖面向你靠近一點，你的田地就多澆一季水，你的孩子就多活幾年。湖面離你遠了哪怕幾十公里，你的水井可能就在3-5年內乾透，你的牧場就會變成鹽鹼地，你的城鎮就會從地圖上被慢慢擦除。這就是樓蘭和驚覺共同面對的底層現實。他們不是建在堅實的大地上，而是建在一個會移動的水源旁邊。這就好比你把房子蓋在了一條河中央的沙洲上，平時看着挺穩，風景還不錯，但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場洪水會不會把整個沙洲冲走。或者更可怕的是，河水会不會有一天悄悄改道了，直接讓你守着一片乾沙洲，一滴水都沒有。而當時的樓蘭人和驚覺人顯然還不知道自己的家正建在這樣一個不確定的地勢上，
他們還在忙着做生意、打仗、寫信、種地，日子過得有滋有味，蒸蒸日上。那麼，在這樣一個連湖都靠不住的地方，樓蘭人到底是怎麼想的呢？或者換個問法，是什麼樣的條件能讓一群人看着漫天黃沙說：“哎，對，就這兒了，咱們就在這兒建個國吧？”答案肯定沒那麼簡單幼稚。樓蘭的誕生不是因為某個英雄振臂一呼，也不是因為某次偉大的遷徙找到了應許之地，它的出現本質上是一道地理題。來看地圖，塔里木盆地是一個巨大的椭圓形洼地，四面都被高山圍住，北邊是天山，南邊是昆崙山，西邊是帕米爾高原，東邊的出口就對着羅布泊。所有從天山和昆崙山流下来的雪水，最終都会匯向盆地最低點，也就是羅布泊附近。這就意味着，在整個盆地的東端，天然会形成一片水草豐美的区域。哪怕周圍全是沙漠，只要上游的雪山還在融化，這裡就一定有水。有水就有草，有草就能養牲口，能養牲口那就能養人。最早在羅布泊周圍定居的人群大概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甚至更早。上世紀80年代，考古学家在罗布泊北岸发现了一批古墓，其中最轰動的發現就是著名的樓蘭美女乾屍，距今大約有3800年。這具保存得異常完好的女性遺體，面部輪廓深邃，顴骨高聳，和今天的東亞面孔很不一樣，反倒更接近歐羅巴人種的特徵。這個發現說明，早在樓蘭建國很久以前，羅布泊地區就已經是東西方人群交匯的地帶了。不同族群順着山脈間的通道流動，有人留了下來，有人繼續走，留下來的那些人就成了後來樓蘭最早的居民。但從零散的游牧部落变成一個有名有姓的國家，那還要等到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出現，就是東西方之間的遠距離貿易開始形成。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左右，漢朝的張騫出使西域，第一次讓中原政權意識到，原來在沙漠的那一頭還有另一個世界。雖然張騫這趟出差的直接目的是聯絡大肉之夾擊匈奴，但他帶回來的情報遠比軍事價值大得多。他告訴漢武帝，西域有36個大大小小的國家，他們之間有成熟的商路，彼此交換絲綢、玉石和馬匹，還有葡萄酒。而樓蘭就是張騫歸途中經過並記錄下來的國家。按照《漢書西域傳》的描述，樓蘭在當時的人口大約14000多人，兵力不到3000。放在今天來看，這可能就是一個小縣城的規模。但它的地理位置實在太關鍵了。從中原出發，穿過河西走廊，到達敦煌之後，商隊進入西域有2條路可走：北道繞天山北路走，南道沿昆崙山北緣走。而不管你走哪條道，羅布泊一帶都是進入西域之後第一個可以大規模補給淡水和食物的地方。樓蘭正好卡在這個位置上，就像一個沙漠裡的收費站兼加油站，你不想停也得停，因為如果錯過它，下一個補給點就遠在幾百公里之外了，你的駱駝可能都撐不到。這種地理壟斷性給了樓蘭一個小國完全不該有的籌碼。它不需要有多少軍事實力，也不需要多大的農業產能，只要他坐在這個位置上，所有路過的人都得給他面子。商人要交過路費，使節要送禮物，軍隊要在這裡補充飲水和向導。樓蘭什麼都不用幹，光靠這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就能過上不錯的日子。當然，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卡在咽喉位置上的好處是誰都繞不過你，那壞處就是誰都想要你。從樓蘭建國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不可能安安靜靜地過自己的小日子。
往東看，漢朝正處於史上最具擴張欲望的時期，漢武帝恨不得把整個西域都納入版圖。再往北看，匈奴同樣虎視眈眈，草原帝國需要絲路的財富來養活自己的戰爭機器。這兩股力量都盯上了樓蘭，而樓蘭夾在中間，連躲的地方都沒有。一個人口不過萬餘的綠洲小國，即將被捲入兩個超級大國的博弈。他的生存策略就是靈活外交，兩頭下注，誰贏了跟誰。這種日子，樓蘭一過，那就是幾百年。樓蘭的外交策略，如果用4個字來形容，就是看人下菜。但你還真別笑話他，因為在那個時代，一個萬把人的小國想在2個帝國之間活下來，除了這招以外，基本沒有別的可選。時間拉回到公元前2世紀末，彼時的漢朝正值漢武帝在位。這位爺的性格大家都知道，簡單來說就是你只要看我一眼，我就要打你。他連年對匈奴用兵，同時開始大規模經營西域，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切斷匈奴和西域各國之間的聯繫，讓匈奴拿不到絲路的經濟利益，活活把他給耗窮。而匈奴那邊也不傻，他們很清楚西域那就是自己的錢袋子啊，絕對不能讓漢朝搶走。於是西域36國就成了2個巨人掰手腕的桌子。樓蘭因為離中原最近，位置最前沿，首當其衝，變成了第一個被反覆拉扯的對象。樓蘭最初的做法是兩邊都不得罪，匈奴派人來說你歸我管，樓蘭王點頭說好，聽你的。漢朝派使者來說你應該聽我的，樓蘭王也點頭說是。不僅如此，樓蘭還同時向兩邊派出质子。所謂质子，就是把王室的兒子送到對方那裡當人質，表示忠誠。樓蘭同時送了一個兒子去長安，又送了一個兒子去匈奴王庭。這操作放在今天，大概相當於同時在2家競爭對手公司都持有股份，誰漲了就跟誰混。但這種兩頭下注的日子，注定不可能一直玩下去。公元前108年，漢朝終於失去了耐心，原因是漢朝的使團在經過樓蘭地界時多次遭到劫掠，漢武帝認為這是樓蘭暗中倒向匈奴的證據。於是他派了一位將軍率領數萬大軍直接殺到樓蘭城下，直接把樓蘭王抓了帶回長安。樓蘭王被帶到漢武帝面前，問他為什麼騷擾漢朝使者。樓蘭王的回答可以說是非常經典，大意是：大哥啊，我夾在中間實在是太難了，两邊都壓我，我也不想這樣啊。漢武帝聽完，居然真的把他放了，但條件是楼蘭必須乖乖地配合漢朝。然而事情並沒有從此太平，樓蘭王回去之後沒多久就去世了，王位傳承又成了新的導火索。原本在匈奴當質子的那個王子搶先一步被匈奴送回來繼位，這下樓蘭的政治天平又倒向了匈奴。漢朝一看，行啊，你小子跟我玩這個，那我也來。在之後的幾十年裡，那楼蘭的王位就像一個乒乓球一樣，在兩邊是彈來彈去。漢朝呢，扶一個親漢的上台，然後匈奴就再想辦法給他換掉。就這樣一直換來換去，樓蘭的老百姓連自己的國王到底姓啥都不知道了。這場拉鋸戰的高潮發生在公元前77年，當時樓蘭王安歸又開始明顯傾向匈奴，漢朝決定不再玩外交遊戲了，直接上硬手段。漢昭帝派出了一位叫傅介子的外交官，帶着一小队人馬，以出使為名進入樓蘭。這個傅介子呢，設了一場宴席，請安歸喝大酒，酒過3巡，趁安歸不備，埋伏的武士當場將其刺殺。隨後，傅介子擁立了在漢朝當質子的另一位王子，
魏圖齊為新國王，並正式將樓蘭改名為鄯善。這次改名不只是換了個招牌那麼簡單，從樓蘭到鄯善，標誌着這個小國的獨立外交空間被徹底壓縮。漢朝在鄯善境內設立了軍事駐點，派駐了官員，修建了名為伊尋城的屯田基地，開始直接控制這裡的水源和糧食生產。名義上鄯善還是一個有國王的獨立國家，但實際上它已經變成了漢朝西域戰略的一顆棋子，走哪一步都由長安說了算。你可能會覺得這對樓蘭來說是壞事，但有意思的是，被漢朝徹底收編之後，樓蘭反而迎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穩定期。他不用再兩頭壓住了，也不用再擔心哪天被某一邊清算了。雖然自由少了，但至少日子安穩了。而且更重要的是，隨着漢朝對西域控制力的增強，絲綢之路的南道被徹底打通，商路變得安全了，商队數量直接暴增，樓蘭作為第一站的經濟價值也跟着飆升。一個在夾縫中險些破碎的小國，就這樣歪打正着地搭上了絲綢之路最繁忙的那班列車，屬於樓蘭最好的時代終於要來了。搭上絲綢之路這班車之後，樓蘭的變化速度快得連他自己都沒想到。原本只是一個靠地理位置吃飯的補給站，短短幾十年間，它開始變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城市。你可以想象這樣一幅畫面：清晨，城門剛打開，第一批商隊的駝鈴聲就從東邊傳來。那是從敦煌方向過來的中原商人，骆駝背上馱的是整捆整捆的絲綢，顏色從素白到赤紅都有，還有漆器、銅鏡、茶葉，這些東西在西方能賣出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價格。到了中午，西邊也來了人，那是從于田、疏勒甚至更遠的波斯方向來的胡商，他們帶來了琉璃珠、珊瑚、香料、毛織品和金銀器。雙方在樓蘭碰頭，談談價錢，再換個貨物，雇個向導，再修一修駱駝的蹄子，然後灌滿水囊，各自奔赴下一段旅程。城裡的客棧永遠是滿的，集市上能聽到5、6種你完全聽不懂的語言，空氣裡混着烤肉和胡椒孜然的味道。這種繁忙不是偶爾發生的，而是持續了將近200、300年。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3世紀左右，絲綢之路南道處於全盛期，而樓蘭始終是這條路上繞不開的第一個大站。考古發掘也證實了這一點，在樓蘭古城遺址中出土了大量來自不同文明的物品，有這個漢朝的五銖錢和絲織品，羅馬風格的玻璃器皿，還有印度傳來的佛教造像和波斯的金屬工藝品等等等等。這些東西出現在同一座城裡，說明樓蘭不只是一個簡單的路過的地方，而是一個文化和物資的混合熔爐。東西方最好的東西都在這裡短暫停留過。貿易帶來的不僅是商品，還有錢。雖然我們今天無法精確估算樓蘭當年的經濟體量，但可以從側面來推斷。漢朝在西域設立了專門的行政機構西域都護府來管理這一帶，而樓蘭所在的這個鄯善國是都護府的重點扶持對象。漢朝不惜在這裡駐軍屯田、修渠引水，這種投入本身就說明樓蘭的經濟回報足夠高，值得帝國花大成本來維護。用今天的邏輯來說，漢朝在樓蘭的投資就像一個大國在海外關鍵港口修建軍事基地，一個國家不會為了一個無關緊要的地方花這種錢。而商隊帶來的不僅僅是貨物和金錢，還有信息、技術和信仰。樓蘭在這個時期開始出現明顯的佛教文化痕跡。佛教從印度經中亞傳入西域，樓蘭是它進入中原的最後一個中轉站。
考古學家在樓蘭遺址發現過佛塔和寺院的遺跡，以及一些帶有佛教主題的壁畫和木雕。與此同時，樓蘭人的日常生活也在被絲路貿易悄悄改變。他們開始使用更精緻的器具，穿着更多樣的面料，飲食結構也因為外來作物的引入而變得豐富。從某種程度上，樓蘭在公元1到3世紀的樣子，可能比很多人想象中更現代、更國際化。雖然它的人口可能還不到2萬人，但繁榮這件事兒有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副作用，那就是它會讓人忘記自己腳下的地基是否牢固。樓蘭越來越依賴貿易收入，城市規模越來越大，用水量也越來越多。更多的農田被開墾出來，以供養不斷增長的人口和過路商隊。更多的樹木被砍伐，用於建築和燃料。所有人都在享受當下的紅利，沒有人去想一個問題，就是這片綠洲的水到底還夠用多久？歷史上幾乎所有繁榮期都有這個特徵，人們在最好的時候最不願意思考的就是風險。因為一切都運轉得太好了，好到你會覺得它理所當然。樓蘭的商隊來了又去，駝鈴聲日夜不斷，金子越攢越多，城牆越修越高。可沒有人注意到城外那條為整座城輸送生命的河流，水位一年比一年低。也沒有人注意到遠處的羅布泊湖岸線正在以一種肉眼幾乎察覺不到的速度緩緩向後退去。就在樓蘭忙着當絲綢之路的明星城市時，在它的西南方向大約500公里的地方，還安安靜靜地坐着另一個小國。它沒有樓蘭那麼大的名氣，也沒有樓蘭那麼顯眼的位置，但它後來留給世界的謎團密度甚至比樓蘭還高。它就是精絕國。精絕的存在感在史書裡低到了一種幾乎令人同情的程度。《漢書·西域傳》記錄西域36國，精絕只被給了寥寥幾句話。精絕國王至精絕城，去長安8820里，戶480，口3360，勝兵500人。翻譯過來就是，這個國家只有不到500戶人家，總人口3000出頭，能打仗的也就500個人。放在今天，這大概就是一個大型社區的規模。你甚至可以說，精絕不是一個國，而是一個村子自封了一個國號。但就是這樣一個在文獻裡幾乎可以被忽略的地方，在1900多年後重見天日時，卻讓全世界的考古學界集體倒吸了一口涼氣。精絕國的遺址位於今天新疆民豐縣以北大約150公里的沙漠腹地，現在被稱為尼雅遺址。尼雅這個名字來自附近一條早已乾涸的河流——尼雅河。和楼蘭一樣，精絕也是一個靠河水存活的綠洲聚落。尼雅河從昆崙山北坡流下來，穿過沙漠邊緣，在這裡形成了一小片適合耕作和居住的綠地。精絕就建在這片綠地上，背靠沙漠，面朝河流，規模雖然小，但五臟俱全。真正讓精絕變得神秘的是它的消失方式。樓蘭的衰落好歹還有一個大致的時間線，從鼎盛到衰敗經歷了上百年的緩慢過程，史書中也多少留下了一些關於後期的記錄。但精絕不一樣，精絕像是在某一天被突然按下了暫停鍵。考古學家在尼雅遺址發現了大量保存極為完好的生活用品，陶罐裡還有殘餘的食物痕跡，紡織工具整齊地擺放在房間角落，木簡和文書散落在書房中，有些信寫到一半就中斷了。這種現場感太強了，強到讓人不舒服，就好像所有人在同一時刻放下了手中的一切，然後就集體消失了。更奇怪的是，這個尼雅遺址沒有明顯的戰爭痕跡，沒有焚燒的房屋，也沒有大規模毀壞的城牆，
更沒有成片的墓葬顯示瘟疫或屠殺。如果是敵人打過來了，那一定會留下破壞的證據；如果是瘟疫，也應該能在遺骸中找到線索，但什麼都沒有。驚覺就像一個正在正常運轉的小鎮，某天早上居民們出門上班，然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這種憑空消失的質感，讓驚覺在後來的流行文化中獲得了遠超其歷史體量的知名度。很多人第一次聽說驚覺這個名字，可能是通過一部非常有名的探險小說，裡面把驚覺包裝成了一個帶有神秘詛咒的地下古城。雖然小說的內容是虛構的，但他之所以選擇驚覺而不是別的地方作為故事背景，恰恰是因為真實的驚覺本身就已經足夠離奇了，不需要太多加工就能讓人毛骨悚然。但我們今晚不聊小說，只聊歷史，而歷史告訴我們的驚覺比任何小說都更值得琢磨，因為它雖然小，卻在短暫的存續期間裡發展出了一套讓人意想不到的社會體系和文化面貌。它用的文字不是漢字，它的行政體系也不像中原，它的某些社会特徵在整個西域都顯得格格不入。這個只有3000多人的迷你王國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呢？它的日常生活、它的文化來源，還有它的統治方式，都和你想象中的完全不同。驚覺國留下的東西是不多，但每一樣都夠人琢磨很久。其中最讓學者們興奮的是一批數量驚人的木簡和文書。尼亞遺址前後出土了超過1000件文書殘片，內容涵蓋行政命令、法律判決、私人信件、稅收記錄和土地糾紛，甚至還有幾封催債信。這些東西加在一起，拼出了一個異常清晰的古代小國日常運作圖景，清晰到你幾乎能聽見2000年前驚覺人為了1畝地的歸屬權吵架的聲音。驚覺國的官方文書幾乎全部使用一種叫做曲盧文的文字書寫。曲盧文起源於古代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羅地區，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東部一带。這種文字本身在印度本土到了公元3、4世紀就逐漸被淘汰了，但它卻沿着絲綢之路傳到了西域，並在驚覺國獲得了第2次生命。驚覺人不僅拿它寫公文，還拿它記賬、寫信、打官司。換句話說，一個地理上離中國更近的西域小國，行政語言用的卻是來自南亞次大陸的文字系統。這本身就說明驚覺的文化基因遠比你直覺上以為的更加複雜。這些曲文文書揭示出的驚覺社會有幾個特徵特別值得一提。第一個是法治程度出乎意料的高。驚覺雖然只有幾百戶人家，但它有一套相當規範的司法程序。文書中記錄了大量民事糾紛的審理過程，包括土地爭議、財產繼承、債務追討，甚至還有關於灌溉用水分配的官司。每一個案子都有明確的原告、被告、證人和判決結果，格式工整到像是從法學教科書裡抄出來的。一個3000多人的小地方能把行政和司法做到這個程度，說明它背後一定有某種成熟的制度傳統在支撐，而這種傳統大概率不是本土長出來的，而是從犍陀羅文化圈繼承過來的。第二個讓人感興趣的特徵是驚覺的社會中女性的地位似乎相當高。在出土文書裡，有一些提到了一位被稱為特使或者具有特殊權力的女性角色。有學者認為，這可能暗示驚覺在某些時期存在過女性統治者，或者至少是高權重的女性行政長官。這個說法目前還有爭議，不是所有學者都同意。但可以確定的是，驚覺女性在財產權和社會參與方面的空間，比同時期中原地區的女性要大得多。
有文書記錄了女性作為獨立當事人參與土地買賣和訴訟的案例，這在2000年前的東亞語境下是相當罕見的。第三個特徵是驚覺對於水的高度敏感，這一點不奇怪，因為對於一個完全依賴單一河流的綠洲小國來說，水就是一切。屈盧文文書中有大量關於灌溉管理的內容，比如誰家的渠道可以引多少水，什麼時候開閘，什麼時候關閘，偷水的人怎麼罰等等。還有一些行政命令專門強調要保護上游的樹木和植被，禁止亂砍濫伐，理由是樹木的根系能固住河岸的土壤，防止河水改道。2000年前的驚覺人就已經明白這個道理了，你不得不佩服他們的生態意識。但諷刺的是，即便他們如此小心翼翼地維護着自己的生命線，最後還是沒能逃脫水源消失的命運。我們把這些拼在一起來看，驚覺呈現出的面貌是這樣的：一個規模極小但制度成熟的綠洲城邦，文化基因來自南亞，行政語言用屈盧文，社會結構相對開放，同時對自身賴以生存的環境有着清醒的認知。它不像一個粗糙的邊陲小部落，更像一顆被精心打磨過的小型文明標本，只不過不幸地被放在了一個隨時可能干涸的環境裡。而在驚覺人忙着打官司、管水渠、寫信催債的同時，幾百公里外的樓蘭正處於商隊川流不息的黃金時代。這兩座城，一個熱鬧，一個安靜，一個靠貿易吃飯，一個是靠農業自給，看上去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但他們腳下踩着的是同一片正在緩慢脫水的土地。公元1世紀到3世紀是樓蘭和驚覺共同的高光時刻。如果要給這300年取一個名字，我覺得可以叫綠洲盛世。樓蘭這邊，絲路貿易進入了最穩定的階段。東漢政權在西域的經營雖然時斷時續，但總體上保持了對南道的控制力。班超在公元1世紀末重新打通西域，他兒子班勇後來又經營了一番。這父子倆前後折騰了幾十年，基本上把絲路南道沿線的秩序給維持住了。對樓蘭來說，這意味着商路暢通，過路費照收，日子穩當。考古發掘中可以看到，這個時期樓蘭城區的建築明顯變得更講究了，出現了規整的佛塔和官署建築，居民住宅也從早期比較粗糙的土坯房升級成了帶院落的木結構房屋。人們用得起更好的陶器，穿得起更細的絲綢，甚至開始消費一些從西方傳來的奢侈品，比如像這個羅馬風格的彩色玻璃杯。一個沙漠裡的小城，客廳裡擺着羅馬玻璃杯，這畫面直接說明了當時絲路貿易的穿透力有多強。驚覺那邊雖然沒有樓蘭那麼熱鬧，但日子過得也不差。尼亞河在這個時期水量相對充沛，驚覺人沿河開墾了大片農田，種植小麥、大麥和葡萄。你看看，人家驚覺人2000年前就在種葡萄了。這項技術大概率是從更西邊的费爾干纳盆地傳過來的。除了農業以外，驚覺人還養羊養牛，紡織毛料和棉布。出土的織物中有一塊特別有名，上面用漢字和屈盧文同時織出了“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這幾個字，再配合着色彩鮮豔的雲紋和動物圖案。這塊織錦後來成了國家1級文物，被很多人稱為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考古發现之一。它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工藝精湛，更因為它證明了驚覺雖然使用屈盧文，且文化底色偏南亞，但和中原王朝之間也保持着相當密切的物質交流。在最好的年代裡，這兩座城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補關係。樓蘭呢是門面，是絲路上的大型服務區，負責接待來來往往的商隊和使團。驚覺就是後院，
安安靜靜的種地、織布、打官司，過着自給自足的小日子。他們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貿易往来，目前的考古證據還不足以下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共享着同一個大的生態和經濟體系。絲綢之路的繁榮像一股潮水，同時托起了沿線所有的綠洲聚落。樓蘭和精絕只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2個。這個階段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就是人口增長。樓蘭從《漢書》記載的14000多人，到了東漢時期可能已經接近2萬甚至更多。精絕雖然基數小，但從遺址的擴展範圍來看，居住區面積也在明顯擴大。人口增長當然是好事，說明糧食夠吃，社會穩定，人們願意生孩子。但在一個封閉的綠洲環境裡，每多一個人就意味着多一份用水需求，更多的人需要更多的糧食，更多的粮食需要更多的灌溉，更多的灌溉就需要從河裡引更多的水。這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但沒有人願意算到最後，因為最後的答案不太好看。事實上，有迹象表明精绝人在晚期已經隱約意識到了水資源的壓力。前面提到的那些關於灌溉管理和禁止砍樹的行政命令，大多集中出現在公元3世紀前後。這說明水的問題在那個時候已經嚴重到需要政府出面干預的地步了。但當一個社會開始為水打官司、寫禁令的時候，往往意味着問題已經不是行政手段能解決的了。規則能管住人，但管不住天。盛世的特徵之一就是所有人都以為好日子會一直持續下去。樓蘭的商隊還在來，精絕的葡萄還在長，水渠裡的水雖然比前幾年少了點兒，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生活還在繼續，但沒有人知道自己正站在一條拋物線的最高點上。變化最開始的時候是那種非常微小的變化，你不注意觀察根本察覺不到。某一年春天，河水漲上來的時間比往年晚了10幾天。某一季的莊稼產量比去年少了一點，少到農夫會覺得好像是自己施肥沒施好，而不是水的問題。某戶人家的井打出來的水，味道好像比從前鹹了一絲，但喝還是能喝的，也就沒太在意。這些事情單獨拿出來看，每一件都微不足道，但每一件都可以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如果你把它們排成一条時間線，從頭看到尾，你會發現它們指向的是同一個方向。公元3世紀中後期開始，塔里木盆地東部的水文環境進入了一個緩慢但持續的下降周期。造成這個變化的原因不止一個，而是多種因素疊加在了一起。首先是氣候。根據後來的地質研究和冰心数据分析，這一時期整個中亞內陸地區經歷了一輪氣候乾旱化的趨勢，降水量減少，冰川融水量也跟着下降。天山和昆崙山上的雪線在悄悄上移，這意味着每年春夏能注入河流的水總量在變少。這種變化是以10年甚至幾十年為單位發生的，住在下游的人幾乎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清晰感知到它。其次是河流本身的不穩定性。前面講過，塔里木河和孔雀河都是典型的內陸河，河道在鬆軟的沙土中來回擺動是常態。某一年的一次洪水就可能讓河道偏移幾公里甚至幾十公里，原本被灌溉到的農田突然就夠不着水了。這種事在羅布泊地區反復發生過。對於依賴單一水源的城鎮來說，每一次河道微調都是一次小型危機。只是在水量充沛的时候，河道偏一點不要緊，水總歸還是夠用的。但當總水量本身就在減少的時候，河道的每一次偏移都會被放大成更嚴重的後果。第三個因素是人類自身的活動，這一點很容易被忽略，但其實又非常關鍵。
200多年的持續開發，樓蘭和精絕周邊的生態系統已經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為了擴大耕地，大量胡楊林和灌木叢被砍伐清除。而胡楊這個植物可不一般，它是沙漠邊緣最重要的固沙植物，它的根系能深入地下10幾米汲取水分，同時把周圍的沙土牢牢鎖住。砍掉胡楊，短期內你是得到了一塊新農田，但長期來看，你失去了一道防止沙漠推進的天然屏障。與此同時，上游地區的農業開發也在加劇，更多的水被截留在上游用於灌溉，流到下游罗布泊地區的水量就進一步減少。沒有人在有意識地破壞什麼，其實每個人都只是在為自己多爭取一點資源，但所有人加在一起，就構成了一種集體性的透支。精絕人似乎比樓蘭人更早感受到了壓力，這很好理解，因為精絕依賴的尼亞河本身就比塔里木河小得多，容錯空間幾乎為0。從出土文書的內容來看，大約在公元3世紀的中後期，精絕的行政文件中關於水資源糾紛的記錄明顯增多了。有居民投訴鄰居偷挖渠道截走了自己那份灌溉水，有官員下令嚴禁在河流上游新建引水渠，還有命令要求居民定期維護公共水渠，不得私自更改渠道走向。這些文件傳遞出的信息很清楚，那就是水已經不夠分了，而且矛盾在升級。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文書中偶爾流露出的焦慮語氣。有一封行政函件中提到，某個下游的居住點已經因為缺水而無法繼續種植，居民請求遷移到上游地區。還有一封信裡寫道，希望能向鄰國借調一些糧食來度過眼下的困難。這些細節就像一個病人的早期檢查報告，每一項指標單獨看都還在及格線附近，但如果醫生有經驗的話，那他會看出這裡面的趨勢不對頭。可惜的是，沒有人能有這種上帝視角。精絕人當時能做的只是就事論事地處理每一起糾紛，頒布每一條禁令，然後希望明年的雨水會比今年好一點。樓蘭人呢，則還沉浸在貿易的繁忙中，商隊召來召去，鈴聲依舊叮當作響。水雖然少了，但今天的生意還是得做。在災難真正降臨之前，日常生活的慣性會讓所有人都選擇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還會和以前一樣。大約從公元3世紀末開始，羅布泊地區的水文系統發生了一系列不可逆轉的變化。這些變化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前面那些小裂縫的總爆發。當問題累積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是修修補補能應對的了。最關鍵的變化發生在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的上游。這2條河是羅布泊的生命線，前面已經講過。而從這個時期開始，上游的來水量出現了顯著且持續的下降。原因呢，則是多方面疊加的。氣候持續乾旱導致冰川融水減少，這是其一；上游地區的人口增長和農業開發截留了越來越多的水，是其二；其三就是河道自然改道導致部分水流偏離了原來的路徑。這3股力量同時發力，結果就是流入羅布泊的水一年比一年少，湖面開始肉眼可見的萎縮了。原本湖邊的蘆葦盪一片片的枯黃，露出下面的鹽鹼灘。曾經水鳥棲息的淺灘變成了乾硬的泥殼，踩上去裂開一條條白色的縫隙。湖岸線1年後退幾十米的距離，10年後退幾百米。對於站在岸邊的人來說，這種變化就像是湖水每天晚上都趁你睡着的時候偷偷往後挪一步一樣。早上醒來，你觉得好像哪裡不对，但又說不清楚，直到有一天你發现自己得走很遠的路才能打到水，你才意識到湖已經離你很遠了。
對樓蘭來說，羅布泊萎縮的直接後果是地下水位的下降。綠洲城市的飲用水和灌溉水很大程度上依賴地下水，而地下水的補給來源就是湖泊和河流。湖面縮小意味着地下水的補給量減少，水井越打越深才能見到水，有些淺井直接枯了。農田灌溉也越來越困難，原本靠重力自然流淌的水渠開始斷流，有些渠道需要人工一桶一桶的提水才能維持基本灌溉，那個效率低到讓人絕望。與此同時，沙漠在推進，胡杨林和灌木叢因為缺水大面積枯死，失去了植被保護的地表，直接暴露在風沙之下。塔克拉玛干的沙丘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綠洲邊緣移動，每一場大風過後，城外的農田上都會多出一層薄薄的沙。日積月累，有些距離城鎮較遠的農田率先被沙漠吞噬，變成了無法耕種的廢地。耕地面積在縮小，但需要養活的人口並沒有減少，至少在最初階段沒有。因為人總是最後才願意接受這個地方不能住了這個事實。精絕那邊的情況更加緊迫，尼亞河本來就是一條小河，總水量遠不能和塔里木河相比。當上游來水減少，氣候變乾同時發生的時候，尼亞河的反應比塔里木河要剧烈得多。一條大河少了20%的水量，下游可能還撐得住。但一條小河的水量如果少了20%，那可能就直接斷流了。根據地質學家對尼亞河故道的研究，這條河在公元3世紀到4世紀之間經歷了嚴重的水量衰減，河流末端的水面不斷向上游退縮。這意味着精絕城周圍的地下水補給在快速消失，而精絕人賴以生存的農田正在逐步失去灌溉水源。在這種局面下，精絕人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是的，他們可以修更長的渠來追着河水跑，可以打更深的井來碰碰運氣，還可以頒布更嚴格的用水法令來減少浪費。但這些都只是在和一個不斷縮小的總量做鬥爭。你不可能靠更精細的分配方式來解決水根本不夠的問題。總量在減少，這是最殘酷也最無解的現實。到了公元4世紀初，留給樓蘭和精絕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大自然這個沉默的房東終於開始清場了。他並沒有發出警告，也沒有給出搬家的期限，只是給的水量是一天比一天少。那黃沙可是一年比一年多了。如果只是大自然在收回租約，楼蘭和精絕也許還能撐得久一些，畢竟人類面對環境變化不是完全沒有辦法，可以節水，可以遷移，也可以縮小規模，勉強維持。但偏偏在同一個時間段裡，另一股更冰冷的力量也在把他們推向深淵。這股力量不是來自天上，而來自幾千公里以外的中原。公元3世紀末，中原發生了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西晉滅亡，中國北方陷入了長達100多年的大混戰，史稱五胡16國。匈奴、鲜卑還有羯氐羌各路勢力走馬燈一樣的建國滅國。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他，整個黃河流域打成了一鍋粥。那這對於中原的統治者來說，自己家裡都亂成這個樣子了，哪兒還有心思去管幾千公里外的一條商路和幾個沙漠裡的小國啊？西域的戰略優先級在中原王朝的政策清單上一路暴跌。樓蘭之所以在前幾百年裡能過上好日子，核心原因是因為中原王朝需要絲綢之路，而絲綢之路南道需要樓蘭。漢朝花那麼大的力氣經營西域，本質上那就是為了2件事：一是切斷匈奴的經濟來源，二是保住絲路貿易帶來的巨額利潤。為了這2個目標，漢朝願意在樓蘭駐軍修城，
屯田派官員把它當成國防前線來投資。但現在匈奴早就不是主要威脅了，新的敵人都在家門口。那絲路利潤再高，也比不上保住自己的首都重要啊。於是中原對西域的投入開始急劇縮減。駐軍撤了，官員也回了，屯田荒了，曾經定期巡邏商路的軍队也再不來了。失去了中原的支持，直接後果就是商路的安全无法保障。絲綢之路從來不是一條自動運轉的傳送帶，它的順暢運行高度依賴沿線的政治秩序。有強大的帝國在背後撐腰，商队才敢走；有了駐軍沿途護送，土匪才不敢搶。一旦這個保護傘消失了，商路上的風險就會急劇上升。過路的商队開始減少，因為被劫的概率太高了，做買賣的利潤可能還不夠賠贖金的。商隊少了，那樓蘭的過路經濟就萎縮了，稅收下降了，城市的維護資金也跟着縮水。雪上加霜的是，絲綢之路本身也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隨着北方游牧政權逐渐穩定下来，絲路的北道開始變得比南道更有吸引力。北道經過吐魯番、庫車、喀什一線，沿天山南路走。你看這條路就特別好，還經過了獨庫公路。這條旅游路線火了好幾年了，聽說有着一日遊四季、10里不同天的奇特氣候。我計劃是等老人身體恢復的差不多了，就自駕帶他們二老走一趟獨庫公路，到時也給朋友們發一发美景圖和視頻啥的。我看能有機會的話，乾脆就選一個好點的景給朋友們直播，對吧？也挺好。來，我們繼續往下說。這條路雖然距離稍遠，但沿途的綠洲更大，水源更穩定，補給條件更好。相比之下，南道經過的羅布泊和塔克拉瑪干南緣地帶環境正在惡化，補給越來越困難，那商隊自然會用腳投票。當北道變成了主干道時，南道也就淪為了支線。而楼蘭這個曾經的黃金樞紐，突然就變成了一個可以繞過去的角落。這種戰略地位的喪失，對樓蘭的打擊甚至比缺水還要致命。因為缺水是慢性病，你可以一年年的耗着，想辦法節流。但當你的經濟模式從根兒上被抽走了，那城市就會失去繼續運轉的理由。樓蘭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大國，它的繁榮是建立在貿易和過路經濟之上的。一旦商隊不來了，樓蘭的錢從哪兒來呢？沒有錢，城牆誰來修？水渠誰來挖？軍隊又誰來養呢？精絕面臨的處境稍有不同，因為它本來就不是一個以貿易為主的城市，它更依賴農業自給。但精絕同樣需要外部世界的支撐，像它的鐵器、絲綢還有高級織物，很多都是從外面換來的。它的屈盧文行政系統背後也有一個更大的文化網絡在支撐着。當整個絲路南道的活力下降，精絕作為這個網絡裡的一個末梢節點，那必然會被逐漸斷開連接。一個孤立的綠洲小國，失去了外部貿易，失去了政治靠山，又正在失去水源，3條生命線同時变細，哪一條先斷只是時間問題。歷史有一個殘忍的規律，那就是當一個地方對大國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大國不會幫你，甚至都不會看你一眼。樓蘭和精絕在鼎盛時期是帝國的寵兒，所有資源都向他們傾斜，而當帝國自顧不暇，商路改道的時候，他們就被安安靜靜地遺忘了。沒有人宣布放棄他們，也沒有人簽署過一份撤退命令，只是一切支持都慢慢消失了，就像退潮一樣，無聲無息。而被潮水留在沙灘上的，注定会被太陽曬乾。樓蘭的死亡不是在一個瞬間，而是一個過程。
一個漫長的、安靜的、幾乎沒有人記錄在案的過程。如果你期待的是一場驚天動地的終局，那你肯定會失望。樓蘭的消亡沒有那種戲劇性，它更像是一個人得了慢性病，一天比一天虛弱。公元4世紀初，樓蘭還有人在住，但城市的狀態已經和100年前完全不同了。考古證據顯示，這一時期樓蘭的城區面積在明顯縮小，外圍的建築群已經被廢棄，居民向靠近水源的核心區域集中。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信號，說明城市的承載能力在收縮。當水和資源不夠養活所有人的時候，人們會本能地向有資源的地方擠，就像一塊正在乾涸的水洼裡，魚會拼命往最後那一小片有水的地方聚一樣。最先離開的大概是商人，這是最合邏輯的，因為商人是跟着利潤走的。當樓蘭的貿易量下滑到無利可圖時，他們自然會把駝隊趕去別的地方。那麼接下來離開的可能是那些有門路、有能力遷移的富裕家庭，他們可以帶上家當去投奔絲路北道的城鎮，比如吐魯番或者庫車，那些地方水源更好，商業還在運轉。再然後就是普通居民了，一家家的走，有些去了更西邊的綠洲，有些可能南下去了且末或者若羌，還有一些可能乾脆散入周圍的游牧部落中。每走一家人，城裡就多一棟空房子，多一條冷清的街道，多一份無法維持的公共設施。水渠沒人維護就會淤塞，城牆沒人修繕就會坍塌，佛塔沒人照看就會被風沙一點點的磨平。有一個考古細節特別讓人感慨，在樓蘭故城遺址中，考古學家發現了一些房屋的門是關着的，裡面的東西收拾得比較乾淨，說明主人是有計劃的離開，而不是倉皇逃跑。但也有另一些房屋，裡面還留着各種生活用品，有陶罐、木碗和纺錘，甚至還有一些文書，就好像主人只是出门办個事，打算一會兒就回來一樣。同時存在的這兩種房屋，說明樓蘭的居民在不同的時間點，以不同的方式離開了這座城。有些人走得從容，有些人可能走得匆忙，還有些人也許一直拖到了最後，他們抱着再等等，也許明年就会有水的希望，直到希望被徹底耗盡。最後一批楼蘭人離開的確切時間我們不知道，歷史文獻中關於樓蘭的記載在公元4世紀中期以後幾乎完全消失了。沒有那本史書寫過某年某月樓蘭成空這樣的話，它只是不再被提及了。一個曾經出現在《漢書》《後漢書》《魏略》中的名字，就這樣安靜地從文字記錄裡退場了。這種消失方式本身就很說明問題，那就是樓蘭不是被誰毀滅的，它是被遺忘的。當一個地方不再有任何值得記錄的事情發生，那麼史官的筆就自然而然地跳過了它。風沙隨後接管了一切，沒有了人類活動的干擾，塔克拉瑪干的沙丘以不可阻擋的速度湧入了這座空城。佛塔被沙子埋了半截，官署的屋頂塌了下來，街道消失在了沙丘的曲線之中。大約在1-2個世紀之內，整座樓蘭城就被完全掩埋了，地表再也看不到任何建築的痕跡。如果你在公元6、7世紀路過這片區域，你只會看到一望無際的沙漠，不會有任何東西告訴你腳下曾經有一座城市存在過。樓蘭就這樣死了，沒有墓碑，也沒有告別儀式，甚至沒有一聲嘆息被記錄下來。他的死亡方式和他的地理位置一樣，安靜、乾燥，無人注意。樓蘭的消亡是一場慢性脫水，你可以看着它一點點的變乾，但驚覺的結局不一樣。驚覺的消亡非常突然。
尼亞遺址留給考古學家最大的困惑就是這種戛然而止的感覺。樓蘭好歹還有一個從繁榮到衰退的漸變過程，你可以在廢墟中讀出時間的層次。哪些建築是先被廢棄的，哪些是後來才空的，人口是怎樣一波波減少的。但精絕的遺址呈現出的狀態更接近於某種突然的中斷。最能說明這一點的就是那些寫到一半的文書。考古學家在尼亞遺址的多處房屋中發現了未完成的曲盧文木簡，有些是行政公文，寫了一半就停了，沒有簽字也沒有封存；有些是私人信件，內容寫到中途直接中斷，就像是寫信的人被什麼事情打斷了，放下筆就再也沒有回來。還有一些木簡被發現時整齊地堆放在一起，上面的文字完好無損，似乎是剛寫好要準備發出去的，但永遠沒有被送達。這些細節傳遞出一種非常不安的畫面，就是精絕的結束不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是在一個相對短暫的時間窗口內發生的。但這個短暫到底有多短呢？是幾天、幾個月，還是幾年？關於這個問題，學術界至今沒有定論。一種比較主流的看法是，精絕的最終放棄發生在公元4世紀前期的某個時間段內，可能是在幾年到10幾年之間完成的。觸發因素最有可能是尼亞河的徹底斷流或者接近斷流。前面咱們講過，尼亞河是一條小河，容錯空間極窄。當水量下降到某個臨界點以下時，整個灌溉系統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崩潰。可不是漸進式的減產，而是斷崖式的失效。莊稼大面積枯死，牲畜沒水喝，井水打不上來，整個農業基礎在1-2個季節之內就可能直接瓦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居民的離開不會像樓蘭那樣拖上幾十年，而是會在幾年之內集中發生。另一種假說涉及外部軍事威脅，有學者根據部分文書中提到的蘇皮人的侵擾，推測精絕在晚期可能面臨過來自南方或西方游牧部落的軍事壓力。一些文書裡確實提到了邊境緊張的情況，也有調兵和設防的記錄。但問題是，尼亞遺址本身沒有發現大規模戰鬥的痕跡，沒有被焚毀的建築，沒有密集的武器遺留，也沒有明顯的防禦工事被攻破的跡象。所以，即便存在外敌威脅，它更可能是加速精絕衰落的因素之一，而不是直接導致毀滅的原因。還有第三種可能，就是水的問題和外敵的問題同時發生了。一個正在失去水源的小國，防禦能力也在下降，因為你養不起足夠的士兵，修不起足夠的城牆。一旦當外敵發現你虛弱了，那他們就會來得更勤。兩種壓力疊加在一起，可能導致精絕人做出了一個痛苦但理性的集体決定，那就是放棄這座城，整體遷移到別的地方去。如果事情真的是這樣，那精絕的結局反而不是一個災難，而是一次撤退。只是這次撤退太徹底了，所有人都走了。走的時候可能以為只是暫時的，以為過一陣子水會回来，敵人會走，到時候再回來就行了。所以他們没有帶走所有東西，信寫到一半就擱下了。鍋碗瓢盆留在了原地，木簡文書堆在了桌上。他们大概没有想到，這一走就是永遠。尼亞河再也沒有恢復到能夠養活一座城的水平，沙漠也很快就吞沒了他們留下的一切。精絕就這樣從歷史中消失了。和樓蘭不同的是，精絕甚至沒有在後世的史書中留下太多關於他衰亡的記錄。漢書裡那寥寥幾句話，是中原文獻中關於精絕國最詳細的描述了。之後的史書幾乎不再提起這個名字，
就好像他從一開始就只是沙漠裡的一個幻影，來得突然，去得更突然。1500年的沉默之後，當探險家們重新踏上這片土地的時候，驚覺給他們留下的第一印象不是壯觀，不是恐懼，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困惑。這裡發生過什麼？這些人去了哪裡？為什麼這封信只寫了一半？這些問題到今天都沒有完美的答案，也許永遠都不會有。1500多年過去了，沙漠上方的風吹了一遍又一遍，所有的痕跡都被抹得乾乾淨淨。沒有路標，沒有地圖，沒有任何可見的線索告訴後來的人，這片荒漠下面曾經藏着什麼。樓蘭和驚覺就像是被地球吞進了肚子裡，消化的連一點渣都不剩。如果不是一連串帶着運气成分的偶然事件，他們也許真的会永遠留在沙子下面，根本沒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乎。重新發現楼蘭的那個人，就是我們之前說到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1900年春天，赫定率領一支小型考察隊正在罗布泊地區進行地理勘測。有一天，隊伍發現挖井用的鐵鏟落在了前一天的營地，赫定派他的維吾爾族向導埃爾迪克回去取。埃爾迪克在返回的路上遭遇了一場沙暴，被迫偏離路線躲避。等沙暴過去後，他發現自己站在一片從未見過的廢墟中間，地面上露出了木頭的殘樁、陶片和雕刻過的建築構件。他帶了幾件樣品回去給赫定看，赫定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重大發現。第二年，赫定專程返回這個地點進行了系統發掘，確認這就是在史書中消失了1500多年的樓蘭古城。赫定後来在自己的考察報告中描述了初次進入樓蘭時的感受。他看到的是一座被沙子半掩的死城，建築的木框架還立着，有些牆壁上的泥皮尚未完全剝落。佛塔的基座從沙丘中探出頭來，像是一個溺水的人伸出最後一只手。街道的輪廓依稀可辨，但每一條路都通向沉默。最讓赫定震驚的是那些散落在沙地上的日常用品，有陶罐、木梳、铜錢，還有殘破的絲織品，甚至還有漢文和曲盧文書寫的木簡文書。這些東西就那樣躺在原地，好像主人昨天剛放下的一樣，被沙子蓋了一層薄薄的被子，安安靜靜地等了1000多年。尼亞遺址的發現比楼蘭稍晚，但震撼程度絲毫不減。1901年，英籍匈牙利裔探險家奧里爾·斯坦因沿着尼亚河的干涸河道深入沙漠，最終在河流消失的盡頭找到了精絕國的遺址。斯坦因是一個訓練有素的考古學家，他的發掘比赫定更加系統和細緻。他在尼亞發現了大量令人難以置信的文物，曲盧文木簡成捆成捆地堆在廢棄的房間裡，織物的顏色在乾燥的沙漠環境中幾乎沒有褪色，木雕和建築裝飾的細節清晰得像是上個月才完工的一樣。斯坦因在他的考察筆記中反覆提到一個觀點，就是時間的凝固。他說，走進尼亞的感覺不像是在考古，更像是闖入了一個被按下暫停鍵的世界。房屋的結構完好的不合理，果園的圍欄還在，枯死的胡楊樹保持着生前的姿態，矗立在沙丘之間，樹幹被風沙打磨得光滑如骨。他在一間房屋裡發現了那塊著名的5星出東方利中國之井，色彩鮮豔的讓所有在場的人都愣住了。2000年前的藍色和紅色依然饱滿，那個色澤在陽光下幾乎要亮了起来。這些發現迅速震動了整個西方學術界，樓蘭和尼亞的名字登上了歐洲各大報紙的頭版，探險家們被視為英雄，博物館爭相展出他們帶回來的文物。但與此同時，一個讓人不太舒服的事實是，赫定和斯坦因帶走了大量的珍貴文物，
這些東西至今分散在瑞典、英国和印度的博物館裡。在那個時代，探險和掠夺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所謂的科學考察，往往就是意味着把別人家的寶貝裝箱運走。這段歷史本身就是另一個複雜的故事，今晚就不展開說了，但值得被記住。後來，中國的考古學家也多次進入樓蘭和尼雅進行科學發掘，獲得了更加系統和完整的資料。每一次新的發掘都會帶來新的疑問，而每一個疑問都把我們推回到那個最根本的問題面前，就是這兩座城到底為什麼會在最好的時代之後突然沉入沙海？所有的考古證據、氣候數據、文書記錄拼在一起，給出了一個大致的輪廓，但始終沒有一個單一的答案能讓所有人滿意。也許這就是樓蘭和精絕最吸引人的地方。他們不是被一場明確的災難終結的，而是被一系列緩慢的、相互關聯的因素慢慢推向了沉默。這種死亡方式太安靜了，安靜到連死因都無法清晰確認。咱們站遠一點來看樓蘭和精絕的故事，你會發現一件讓人不太舒服的事情，就是他們的毀滅不是意外，而是某種規律的又一次兌現。一個文明靠某種資源或優勢而崛起，在崛起的過程中不斷擴張，不斷消耗。當擴張的速度超過了資源再生的速度，系統就開始從內部鬆動。最開始的裂縫很小，小到可以忽略，然後裂縫越來越多，但因為整體看上去還在運轉，所有人都選擇繼續往前走，直到某個臨界點被突破，整個結構迅速坍塌。速度快到身在其中的人根本來不及反應。這個模式你在樓蘭身上看到了，在精絕身上也看到了。但如果你把視線從羅布泊移開，放眼整個人類歷史，你會發現同樣的劇本被上演了一遍又一遍。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城市文明，巔峰期修建了當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灌溉系統，但過度灌溉導致土壤鹽鹼化，糧食產量逐年下降。幾百年後，那片曾經孕育出文字和法律的土地，變成了寸草不生的鹽鹼荒原。中美洲的瑪雅文明在公元8到9世紀經歷了一場神秘的大規模崩潰，數百萬人口的城市群在不到1個世紀內被叢林吞沒，氣候乾旱，土壤退化，戰爭與社會內部的撕裂，這些因素和樓蘭、精絕面臨的困境幾乎如出一轍。還有復活節島上的拉帕努伊人，他們砍光了島上最後一棵樹來搬運巨大的石像，然後在一個沒有木材、沒有漁船、沒有燃料的孤島上走向了自我毀滅。每一個例子的具體細節不同，但底層邏輯驚人的相似。繁榮帶來擴張，擴張加速消耗，消耗掏空根基，根基崩塌之後，繁榮本身就成了最大的負擔。樓蘭在鼎盛時期修建的那些大型建築，擴張的農田，增長的人口，在水源充足的時候是成就，但在水源消失的時候，就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精絕人越是精心管理他們的水渠和法律，就越是說明系統已經在極限狀態下運行了。任何一點額外的壓力都可能導致全盤崩潰。鼎盛本身就是詛咒，因為鼎盛意味着你已經把所有的余量都用光了。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身處繁榮之中的人幾乎不可能看到這一點。這不是因為他們愚蠢，而是因為人類的認知天生不擅長處理緩慢的長周期的變化。你能感知到一場地震、一场洪水、一次戰爭，因為這些事件劇烈而突然，但你很難感知到水位每年下降2厘米，沙丘每年推進3米，土壤鹽分每年增加0.幾個百分比。這些變化發生在你的感知閾值以下。
等你終於意識到的時候，他們已經累積成了無法逆轉的事實。精絕人已經算是做得很好了，他們立了法，管了水，禁止砍樹，但他們也不可能對抗一個超出他們控制範圍的氣候趨勢和水文變化。這讓人不禁要問，如果連意識到問題都這麼難，那人類有沒有可能真正從歷史中學到教訓呢？答案可能並不樂觀。今天的我們擁有衛星遙感、氣候模型、大數據分析，我們對環境變化的感知能力比2000年前的樓蘭人強了不知道多少倍。但我們同時也在做着和他們本質上一樣的事情，就是消耗不可再生的資源来維持當下的繁榮，把風險推遲到將來，相信到時候總會有辦法解決的。羅布泊干了，我們說那是古代的事兒；鹹海縮小了90%，我們說那是蘇聯的錯。冰川在融化，地下水在超採，森林在縮小。我們看着新聞搖搖頭，然後繼續照常生活。這種反應模式和2000年前的樓蘭人有什麼本質區別嗎？樓蘭和精絕最終留下的不是什麼寶藏或者詛咒，而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很簡單，簡單到只需要一句話就能說清楚。那就是當你賴以生存的東西正在消失，而你又暫時還感覺不到痛的時候，你會選擇改變，還是會選擇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呢？2000年前的羅布泊邊上，有人做出了他們的選擇。2000年後，這個問題依然擺在每一個人面前。沙就這樣蓋住了一切，但如果你在某個深夜閉上眼睛靜靜地聽，也許能隱約聽到穿過曠野傳來的駝鈴聲，混着那風沙和遠處若有若無的水聲。樓蘭和精絕已經不在了，但他們存在過的證據還埋在那裡，被沙粒一顆一顆地保管着，像地球替人類保存的一封長信。信裡沒有答案，只有一個輕聲的提醒：所有你以為理所當然的東西，都是借来的。水是借的，土地是借的，繁榮也是借的，而借來的東西，總有一天要還。今晚的故事就到這裡了。